接下来的电影场景，汤米和法布里奇欧试图逃生，但发现船员将铁门锁上，不让三等舱乘客通过。这在现实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据乘客玛格丽特·墨菲说呢，泰坦尼克号船员特意阻碍了三等舱乘客的逃生路线，铁门和舷梯被船员锁上、封闭或派人看守。但首席面包师作证说呢，他走过的区域并没有走到被封或上锁的情形。三等舱乘客可以不受阻拦地前往小艇甲板逃生，估计这可能是区域或甲板位置不同的缘故。我们接着往下看。依附威廉·默多克开始降下第一艘救生艇，这个过程中呢，有一边绳索放得较慢，让救生艇倾斜了，这和史实是符合的。史实上，泰坦尼克号降下的第一艘救生艇是7号，位于右舷前排第4艘。电影里忠实呈现了。由于新船的关系呢，绳索比较硬，油漆也是全新的，所以呢，这个卡绳时常发生。3号救生艇的绳索曾经反复地卡在滑轮中，数度粘住了，几乎让乘客失去平衡。另外，烟囱的噪音也大约在这时候停止。下面的镜头是托马斯·安德鲁斯在客舱区不停打开房门，劝导女乘客穿上救生衣到小艇的甲板，并告诉女士应穿上救生衣，做个榜样。现实里也是这样。根据多人的证词，安德鲁斯曾经不知疲倦地巡查客舱，告诉乘客穿上救生衣，并前往小艇甲板逃生。女侍应玛丽·斯隆表示呢，她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无处不在，照顾每个人。另一位女侍应也作证，她告诉我，如果你重视自己的生命，穿上你的外套和救生衣，然后走过甲板，让乘客看到你也穿着救生衣。接下来的镜头比较感人。电影中有许多女子不愿意登上救生艇，而现实也的确是这样的。当时呢，许多夫妻都不愿分开，特别是女性。有记载的例证非常多，最著名的是埃达·史特劳斯向她的丈夫伊西多·史特劳斯，也就是梅西百货的老板、前美国众议员说呢，我们已经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跟着你。他们坐在一对躺椅上，等着生命结束。再来看这个镜头，卡尔和洛夫乔伊说道，这老古板不让男人上船，另一边可以上。洛夫乔伊稍后几幕又提到呢，跟着姓默多克的，他好像还算讲理。现实里呢，对于船长的命令让妇女和儿童撤离，一夫默多克认为这意味着女人和小孩优先登船，二夫呢莱托勒则扩大解释为只有女人和小孩可以登艇，因此呢，默多克会允许有限数量的男子登艇。再来看杰克和罗斯为了逃生而撞破一道门，遭走廊上的服务生索赔。而据生还乘客说呢，走道内的确有服务员对乘客的破坏表示过抗议，并要求赔偿航运公司的损失。再来看一个有争议的画面，托马斯·安德鲁斯质问二副查尔斯·莱托勒，救生艇怎么半满就降下？一艘可以坐65人的船才坐20人左右，还有一艘只坐了12人。这也是比较符合史实的。如果周围没有妇女和儿童等待上船，二夫莱托勒呢就会让仍空着位置的救生艇下水。他和默多克一样谨慎，担心绳索会断裂或者救生艇会翻覆，因此都不敢让人坐满。事实上呢，他们可以让救生艇满载65人并安全下水，特别是在天气和海面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做到70人都是可行的。12号救生艇到天亮时已经有74人坐在上面。安德鲁斯提到只坐12人的就是1号救生艇。这艘船呢，在沉船后也没有回去救人，成为极大的争议。这个镜头，3等舱乘客突破铁门和服务员们发生肢体冲突。事后，乘客玛格丽特·墨菲曾指证说呢，在所有3等乘客还有生存机会之前，船员就将3等舱的闸门和楼梯全部锁上。一群男子试图爬上更高的楼层，与那些船员们对抗，所有人都陷入混战，大声咒骂着，女人和小孩在一旁祷告或哭泣。我们接着看，一名女子遭旁人推挤，危险地抓住救生艇边缘，下层甲板走廊上有男子将她安全抱回船上。据生还的首席面包师查尔斯·乔金说呢，当时看到一名女子自己踩空，差点跌下去，抓住救生艇边缘，被服务员威廉·伯克抱回去甲板。后来这名女子又登上了救生艇。这时慌张的人群开始混乱推挤，二副查尔斯·莱托勒亮出手枪，威胁着要用它来维持秩序，然后转身装上子弹。
史实是大副亨利·威尔德曾向二副查尔斯·莱托勒寻放枪支存放处，那后来呢，把一些子弹和一把韦伯利左轮手枪塞到了莱托勒的手中。他说呢，你可能需要这个。1点25分之后呢，一些仍在船上的乘客开始恐慌或者陷入混乱，试图抢占救生艇。莱托勒发现呢，2号救生艇上坐着一名男子，便拿着枪对着他们大骂：“离开那里，你们这些懦夫！”他并没有开枪，因为子弹还没有装，但是这种吓阻的效果达到了，一些男子逃走了。电影中呢，卡尔听到下方吵闹，探头出去查看，海面上2艘救生艇几乎上下撞在一起，有男子持小刀努力割开绳索。史实也差不多，当13号救生艇刚抵达海面，绳索还没解开的时候，就被排水水渠的水柱往旁边冲。这时候呢，15号救生艇已经下降到他们的头上了，乘客呢只能拿出小刀，努力地割断绳索，然后呢，2艘救生艇错开距离，安全下水。下面这个场景也差不多是还原了真实的场景，那就是5副哈罗德·罗威指挥的救生艇在降下的过程中呢，有许多甲板上的男子试图抢占，他不断大吼退后无效的时候呢，就对空鸣枪了3次。我们接着往下看。布鲁斯·伊斯梅协助乘客登艇，依附呢威廉·默多克不断向周围寻找妇孺，没有结果之后呢，就命令下水了。这个时候，布鲁斯·伊斯梅趁机登艇，装着若无其事。史实是呢，乘客杰克塞耶证实，就我所见，那边没有女人。我看到布鲁斯·伊斯梅一直在协助乘客登上最后一艘救生艇，最后自己也坐进去。伊斯梅后来表示呢，当时这艘救生艇附近都没有其他的女人和小孩了，所以就坐上去了。看来呢，在电影里，布鲁斯·伊斯梅是被冤枉了。接下来的场面是一名父亲安慰着救生艇中的妻女，声称自己会去做另一艘。那么在现实里，有许多家庭都是妻儿生还，唯独父亲丧生。乘客路西安·史密斯告诉他的妻子说呢，妇女和孩子优先只是个形式。这艘船装备精良，每个人都能得救。乘客亨利·科里尔在将妻子送上救生艇时说呢，去吧，洛蒂，拜托你，勇敢地去吧。我会坐别的小艇。这个场景里，许多男子聚集在烟囱旁的船舱顶部，他们合力尝试将一艘救生艇推下来用。现实里也是这样。在最后时刻，阿吉伯尔德、格雷西4世、詹姆斯·史密斯、大副亨利·威尔德、一副威廉·默多克、2副查尔斯·莱托勒等人呢，曾在海关起居舱顶部合力尝试解开 A 和 B 折叠艇，试图把它们移动到正在淹水的下方甲板，实际位置就如电影呈现的那样准确。再来看个有争议的情节，依附威廉·默多克持枪维持秩序，在极大压力下开枪打死一位男乘客和被人推出去的汤米。他向大副敬礼后举枪自尽，掉进海里。虽然是电影中最有争议的情节，但是它有相关证词可以推理。几名乘客作证，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最后时刻，默多克开枪射击2名试图硬闯救生艇的乘客后，也举枪自杀了。有海关举枪自杀的生还乘客指出呢，枪声来自右舷前方的吊艇架附近。默多克正是右舷指挥官，曾经亮枪的3位海关中呢，也只有默多克死亡，说明电影里的场景在现实中是存在的。这个镜头，杰克和罗斯经过头等吸烟室，遇见了正在凝视油画的托马斯·安德鲁斯，他将自己的救生衣交给罗斯。而根据服务员约翰·施特华特的证词，当他经过头等吸烟室时，看见安德鲁斯站在壁炉旁，将救生衣放在附近的桌子上，双臂交叠在胸前，独自凝视着壁炉小时钟上方的油画。当然，这肯定不是杰克给罗斯画的素描了。这段行踪报告后来出现在1912年的著作《托马斯·安德鲁斯造船者》，并长期延续下来，成为最著名的传说故事之一。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头等舱乘客本杰明·古根海姆和男仆穿着晚礼服，拒绝服务员递上的救生衣，并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算沉默也要像个绅士那样，但我们想要来点白兰地。”后来证明这个悲壮的举动是真实的。班杰明·古根海姆把救生艇的位置让给了一位女乘客后呢，和他的男仆维克托·吉利奥普回到了 B84 客房，脱掉救生衣和御寒的毛衣，换穿晚礼服。班杰明还戴着大礼帽，他向服务员亨利·塞缪尔·埃吉斯说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算沉默也要像个绅士那样。”
生还者罗斯·艾米丽·伊卡尔在一封信中写道，大富豪班杰明·古根海姆帮助拯救了妇女和儿童后，他在礼服的扣眼处插上了一朵玫瑰花赴死。这两个人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正坐在主楼梯门厅的轻便折叠躺椅上，一边喝白兰地，一边抽雪茄。这个画面也很悲壮。船长爱德华·史密斯神情恍惚，茫然地走进剑桥，把自己关进操作室，并在那里抓着舵轮，任由海水淹死。而据乘客劳勃·威廉·丹尼尔的证词，在船沉没之前，目睹船长史密斯淹死在剑桥操作室里，亲眼看见海水至少淹到他的腰部，我就再也看不见他了。因此，这一直是史密斯流传给世人的标志性形象。这时沉船在即，音乐家们却没有停止演奏。在小提琴手华莱士·赫特利带领下，他们继续拉琴，放弃逃生机会。现实中，音乐家们原先在室内透过音乐安抚乘客，后来呢，他们自行移动到了小艇甲板上演奏。许多生还者表示呢，华莱士·赫特利和乐队一直都在演奏，直到最后沉没为止，乐队成员全部罹难。他们的故事很快成为了极受世人欢迎的传奇，现在是海上英雄主义史上最高贵的象征之一。接下来的画面是一对老夫妻在床上相拥，海水涌进房间，两人坚定携手赴死。电影还原的是伊西多·施特劳斯与埃达·施特劳斯的真实故事。伊西多曾以坚定的语气拒绝登艇，我不会比其他人先走。埃达也坚持不与丈夫分开。其他人最后在甲板看到伊西多和埃达仍然坐在躺椅上。目击者称这一场景是爱和忠诚最非凡的展现。有的朋友可能还记得这条新闻。2023年6月18号，深海勘探公司海洋之门的泰坦号潜水器在前往参观北大西洋的泰坦尼克号残骸时发生内爆，搭乘的5名乘客全部遇难。其中有一个人呢，就是海洋之门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斯托克顿·拉什三世。他呢，正是施特劳斯夫妇二人的曾孙女温蒂·维尔的丈夫。接下来，音乐家们正在演奏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最后一支曲子，这是一首宗教音乐。后来，许多生还者都说，在泰坦尼克号听到乐队演奏了。于是在最早的沉船报道中，这首曲子便和泰坦尼克号的故事紧密连接了。这时候，剑桥沉没，船长罹难，甲板上还有救生艇翻覆着，无法载人。根据事后的还原，大约2点15分，突然增大的船身下沉造成了一股冲击，这被生还者称之为巨浪。它从往后沿着小艇甲板猛力冲刷，2艘折叠艇和许多人一起被冲走。这时电影画面中，巨浪将许多人扫入海中，人群开始往船尾逃离。首席面包师查尔斯·贾克林作证说呢，他目睹大量人群从小艇甲板倾泻而下，大概是在与3号烟囱齐平的小楼梯上，然后他也加入这些向船尾甲板奔跑的人群。还有烟囱倒塌的画面，法布里奇欧当场被砸死。这在现实中也的确发生了。随着泰坦尼克号沉没，船身倾斜，重达60吨的1号烟囱在自身重量的作用下坍塌，有好几个人坠入水中，有人遭到烟囱压死。坍塌的烟囱引发一个浪潮，把周围46米内的一切东西冲走。这时画面中船尾升起，螺旋桨露出海面。生还者还作证说呢，当船在水中倾斜时，他们全部看到泰坦尼克号的船尾升起。据说它与海面已经达到了30度到45度的夹角。乘客杰克塞耶证实呢，尽管有几个人在我们的呼喊和祈祷中努力地滑，但我们却逐渐被吸入一个巨大的螺旋物。我向上看，我们就在3个巨大的螺旋桨下方。有一瞬间，我认为他们肯定会掉在我们头上。再来看神父托马斯·拜尔斯的画面，他正在围搂甲板，为所有将会遇难的人祷告，一手抓着蒸汽绞盘。现实里，神父托马斯·拜尔斯据说曾经2次拒绝登上救生艇。当人群逃往船尾时，他正手持玫瑰念珠，聆听众人忏悔并给予赦免，最后罹难。现在船开始剧烈的倾斜，许多人往下滑落，摔在远处。
后来，首席面包师查尔斯·乔金作证说，当时正在穿过围楼甲板时，船突然沉重地向左倾斜，船尾没有上升，但前段正在下降。根据他的证词，除了他之外，所有人都被扔进紧围甲板里，大约有数百人重重地摔在一起。这时，画面中一位面包师跨越安全栏杆，并拿出口袋里的酒瓶喝起来。电影里描写的就是首席面包师查尔斯·约翰·乔金，他不但表示喝了好几次酒，最后呢也爬到了最外围的安全栏杆跨越过去。这样，当船尾沉进海里的时候呢，他就在船外的最高点。查尔斯·约翰·乔金一直到1956年才去世，享年78岁。他是离开泰坦尼克号的最后一个幸存者。再来看这个场景，倾斜的机房里，轮机长和工作人员仍在努力保持发电。现实里，轮机长约瑟·贝尔在事故中坚守岗位，带领所有技工、工程师和团队其他成员保持发电机运转，供应灯光与电报机的电力。也由于大多数船难都会侧翻倾覆，而泰坦尼克号并没有，因此有专家推测，轮机船员可能一直在控制水泵，努力平衡进水分布量，使船只不要侧翻。由于他们的努力，泰坦尼克号才能持续疏散和对外呼救。轮机长最后和他的一些工作人员有可能死于锅炉和发动机被海水淹没时所产生的爆炸。世人称他们为机房英雄，在利物浦和南安普敦立碑纪念。这时，画面中整艘船的灯光闪烁了一下，然后熄灭，陷入彻底黑暗。那史实是，泰坦尼克号在最后时刻，船上全部灯光闪烁了一下，然后完全熄灭，陷入黑暗。二副查尔斯·莱托勒回忆说，我看到船尾越来越高，直到它从水中升起，然后传出一种可怕的咆哮声，那是锅炉掉出来的声音。它在砸烂经过的一切东西。泰坦尼克号清晰可见，点着明亮的灯光。当锅炉掉下去时，它陷入完全的黑暗，在满天星斗的背景下，还能清楚看到巨大的黑色轮廓。现在的画面是泰坦尼克号船体从中间断裂，一分为二。真实的场景是装满海水的船首往下拉，同时船尾的空气仍保持着上浮力。这两股相反方向的力量在结构最薄弱的地方对抗着。灯光熄灭后不久，达到峰值应力，这艘船就从中间分裂了。这一幕至少有14位生还者目睹，然后作证。但断裂说法不被调查听证会采纳，直到1985年发现沉船残骸后才证实。再来看这个画面，杰克和罗斯也跨越了安全栏杆，位置在船尾的最高点。罗斯和面包师面面相觑，看着船缓缓滑入海里。现实里，当泰坦尼克号终于沉没时，首席面包师查尔斯·乔金就用膝盖骑在安全栏杆上。不过他作证说呢，当时栏杆上只有他一个人，而且船尾并没有达到90度垂直，并表示沉船只是滑行下去而已，感觉好像在搭电梯，而且连头发都没有弄湿。这部分在电影中改得更加戏剧化。最后，泰坦尼克号完全沉没，杰克和罗斯互相抓紧对方，但因为沉船的吸力太强而松手。而根据乘客阿奇伯尔德·格雷西4世的证词，沉船时他遭受到吸力深深拉入冰冷的海水中，但许多乘客也表示最后没有明显的吸力，沉船吸力可能因为位置不同而异。现在这个画面也让人隔着屏幕都感到绝望。海面上有大量落海者，他们极度惊恐，发出非常多的哭声、呻吟声和呼救声。而事后，根据乘客劳伦斯·贝斯利的描述，充满人类的恐惧、绝望、痛苦、怨恨和愤怒，每一种可能的情感都混合在一起。我确信那里完全笼罩着惊恐，几百米外的任何一艘艇都没有人能摆脱这种震撼，因为知道这么近距离，眼睁睁目睹一场悲剧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发生。乘客乔治·兰斯形容为一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凄惨呻吟和呼叫声。现在这个镜头在现实中也存在。一位救生艇上的船员拒绝划回去救人，他恐吓其他乘客，如果划回去翻船。玛格丽特·布朗则敦促其他女子拿桨划船，并与那位船员争执。指挥6号救生艇的舵手罗伯特·希斯琴便恐吓船上的女性回去没有用，他喊道：“那里只有很多僵尸。现在活着的是我们，不是他们。”玛格丽特·布朗因此威胁要把他扔到救生艇外。
这时，五副哈罗德·罗威发号施令，将4艘救生艇绑在一起，指挥乘客挪出空位，然后呢，他带人回去寻找生还者。大量尸体让他们前进困难，最后救起罗斯。真实的情况是，沉没后，五副哈罗德·罗威把10号、12号、14号和 D 折叠艇靠在一起，将他船上的许多乘客转移过去，空出许多位置。然后呢，他带着8名水手回到沉船现场。他回忆，尸体多到连划桨都变得困难。当时海水温度大概-2度左右，大约20%的落海者会在2分钟内迅速死于冷休克。剩下的人呢，会因为失温症在15到30分钟内死亡，而五副返回去的时候呢，已经过去45分钟了。他们总共救起4名落海的男子，其中1名就是香港人郎方。他获救后呢，开始协助划船。哈罗德·罗威评论说呢，他看起来像个英雄。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场景，罗斯在科尔巴千号上仰望着黑夜里的自由女神，下着滂沱大雨。历史上，科尔巴千号于4月18号21点30分抵达纽约港54号码头时，聚集了约4万人在滂沱大雨中等候。刚才给大家把电影和真实记载的史实做了对比，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电影中那些个角色。做过比较之后，我发现呢，电影中一些真实人物的性格特别的明显，善恶分明，这也是有历史根据的。并不是导演刻意神化或者丑化某个角色。你比如说，总设计师托马斯·安德鲁斯，造船厂工人表示呢，安德鲁斯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领导者，并且呢，仍是好朋友。女侍应玛丽·斯隆则描述了安德鲁斯的性格，总是面带笑容，亲力亲为，笑声爽朗，心胸宽大，温柔，亲切自然。他对任何人都一样，这让每个人都爱他。女侍应维奥莱特·杰索普表示呢，工作人员都习惯在他身边走来走去，带着疲惫但满意的表情。安德鲁斯在乘客和船员中一直是个受欢迎的人。首席面包师查尔斯·乔金甚至给安德鲁斯烤了一条特别的面包。事发时，女侍者表示，安德鲁斯的表情看起来好像心碎了，他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无处不在，照顾每个人。他到处恳请女士们赶快穿上救生衣撤离，并在即将沉没前挥动手臂发出响亮的命令，要求女性登艇不要犹豫，坐进去，坐进去。白星航运董事长约瑟夫·布鲁斯·伊斯梅，他的负面形象主要来自新闻媒体，因为他逃生时呢，仍有许多女人和小孩在船上。有些文章称他为泰坦尼克号的懦夫或畜生伊斯梅。特别是和伊斯梅有恩怨、掀起批评议题的黄色新闻大王威廉·赫兹。灾难之后，很多讽刺漫画或讽刺短诗纷纷出现，毫不留情地批评伊斯梅。随后呢，每部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文化作品都把伊斯梅描绘成一个恶棍。所以呢，导演是按照伊斯梅的主流历史形象去描写的。不过事实上，伊斯梅隐退后花了25年处理灾难赔偿以及造成的后果，这显示伊斯梅可能并不完全像文化中的那样负面。乘客玛格丽特·布朗除了平民背景、富豪身份塑造出的亲切性格外，实际上玛格丽特登上泰坦尼克号之前就是个慈善行动家。她很关注妇女、孩童、青少年和劳工的权益。灾难后，他在纽约利用自己的语言技能和人脉，协助所有泰坦尼克号生还者都找到朋友、家人，获得医疗和紧急救援。随后呢，帮助建立了生还者委员会，当选为主席，并为贫困的生还者筹集了近1万美元。他过世后得到了一个永不沉没的茉莉布朗的美誉。由此可见，这个角色热心助人且善良的特质取材自许多他的真实事迹。舵手劳勃·希琴斯，多位生还者指证，希琴斯在救生艇上把所有的毯子都拿去包在身上，骂脏话，喝光了所有的威士忌，不断辱骂其他人，将罹难者称为僵尸，拒绝返回沉船现场救人，与女乘客玛格丽特·布朗以及海伦·丘吉尔·坎迪等人发生口角争执，并且抱怨连连，不停表达负面想法。他在历史上留下的臭名仅次于伊斯梅。而所有原型人物最具传奇色彩的真实人物呢，当属阿尔夫·查尔斯·赫伯特·莱托勒。1874年呢，他出生在英国北部的兰开夏郡。
13岁的时候，他不愿意像大多数英国年轻人那样在工厂度过一生，于是呢，就从三桅帆船皮摩斯希尔号上展开了为期4年的航海学徒训练。就这样呢，度过了25年的海上生涯之后呢，于1912年成为泰坦尼克号的二副。1912年4月12号晚上7点，正在值班的莱托洛察觉到海面温度下降的比平时更快。换岗之后呢，他回到自己的房间。11点40分，轮船撞上了黑暗中的冰山。在随后的自救过程中，负责将左舷乘客装入救生艇的莱托勒呢，不仅严格执行了女人和小孩优先的原则，他还有效地将其扩展解释为仅限女人和小孩。根据这一原则，如果没有女人或小孩等候撤离，莱托勒就会降下带着空座位的救生艇。当日莱托勒呢，仅允许1名有帆船航行经验的成年男子乘客登上了6号救生艇。莱托勒一直待到最后，落海之后呢，就遭到了通风管道的吸住，但是随着锅炉爆炸，一阵热水和热风将他吹走了。之后爬上了一艘翻覆的折叠救生艇，与另外27人勉强度过了一夜之后呢，在早上的6点30分被救上船。他也是少数落海之后又获救的幸运的幸存者，也是沉没事故后级别最高的生还船员。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呢，是莱托勒在接受英国贸易委员会对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进行的调查时拍摄的。里面呢是泰坦尼克号的4名幸存船员。1952年12月8号，老莱托勒在伦敦大雾霾期间呢，因为慢性心脏病去世，享年78岁。最后是大家最关心的男主角杰克·道森。这个角色在现实中没有原型，完全是导演创作的角色。当时呢，船上只有一个杰克，叫做杰克赛耶。杰克只是小名，当时只有17岁，他是陪父母旅行的头等舱乘客，所以电影中这个杰克估计也只是因为导演卡梅隆想在这个悲剧的故事中增添一抹浪漫的颜色，也增加最后悲剧的色彩吧。好了，这里是拽着历史说故事，大家看了本期节目有什么要分享的观点，欢迎留言，也欢迎点赞和转发。我是小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